我穿书了，但书里没有我这个角色，因为我是炮灰男配的一只狗。我仰天大骂，路过的狗看了都摇头，骂得太脏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看什么看？我对着一只大黄狗狂骂，不，应该说是狂吠。老实说，它并没有惹我，只是我现在正在气头上，遇到路过的狗都想骂。是的，我穿书了，穿成了炮灰男配的一只狗。这是一本废材修仙类的书，男主废材一个，但是靠着好运气收集到了不少奇珍异宝、秘籍卷轴，整整一个废材大逆袭。而我的主人木叶呢，天资聪颖，修炼刻苦，被男主修习功法的时候，不小心吸走了全身的灵力，毁了灵根，成了废人。从此，天之骄子跌落神坛，被仙门驱逐。在男主找到他，想要补偿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个小土堆了。哥，这整狗是吧？发完气，狗肚子饿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找食吃。我将卖乖讨来的馒头放到木叶面前，汪了一声。他可不能死，死了我就是流浪狗了，说出去不好听。木叶抬手将馒头掰碎了，又喂给我，我狗头一扭。我刚刚已经吃过肉包了。啊，我当这是谁啊？这不是我大师兄吗？怎么还在吃狗叼来的馒头？来人牵着只油光水滑的大黑狗，一副放荡纨绔的模样。我有一点印象，他是木叶的师弟李树，之前经常欺负男主，被木叶上报给掌门，因而被废了灵力，逐出了门派。狗怎么了？狗招你惹你了？狗叼的馒头怎么了？你落魄了，你的狗给你叼吗？我本来就有气，听了李树这话，张口就骂。有些脏字实在听不得，就不写出来了。李树牵来的那只大黑狗体型大我1倍，被我骂得有点猛，李树推了它好几下，都不敢上前来。愣着干什么？上去咬它！李树牵狗来，似乎就是为了牵制我。我冷笑一声，转移攻击目标。我骂的什么？人听不懂，狗还能不明白了？那黑狗看我的眼神逐渐转为恐惧，慢慢地缩到李树腿边，开始瑟瑟发抖。懦夫！我抬起腿，在那黑狗腿边尿了一泡，标记了一下领地。如此羞辱，那黑狗先是抖了抖，随即开始抽泣，哭得险些要背过气去。我拉粗嗓子，喉咙里裹了个怒音，一人一狗连滚带爬地跑了。我用尾巴扫了扫地上的灰，坐到木叶旁边，狗嘴微勾，深藏功与名。第5次被蚊子咬醒时，我爬了起来，对着月亮沉思。我的狗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一只白狗，连个房子都没有，下雨天的埋汰成什么样啊？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。我记性还可以，刚好能记住男主有奇遇的每一个藏宝地，我现在就爬起来挖。这鬼地方，我真的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我找了最近的一个，孤身一狗闯了进去。金子，路上全是明晃晃的金子，漂亮，可太漂亮了。我嘴里叼着金子，又看到了旁边的珍珠。我只有一张嘴，怎么叼得过来？我将卷轴、金子、珍珠堆到一起，难以抉择。突然有人戳了戳我的狗背，我张口就汪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叼哪个好。”我一转头，大惊失色。我背后站着一只白狼，长着獠牙和翅膀，稀奇古怪的。等等，我抬头看了看洞穴的名字，又看了看面前的那个东西。书中灵兽天狼极爱收集奇珍异宝，这些都是你收集的？我用爪爪撇了撇前面的那些东西。一声狼嚎，极大的音浪将我的白毛吹到了脑后。我们是亲戚啊，你是天狼，我是天狗，我是你外婆的哥哥的小姨的3孙女，论辈分你还要叫我一声姨姨呢。我舔着脸上前。灵兽有了灵智，相当于一个3岁孩童。我画了个大饼，承诺下次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串糖葫芦，他就开开心心的和我蹲坐到一起了。姨姨，你说的糖葫芦当真有这么好吃？小天狼开心的尾巴直摇，他一笑露出2个小獠牙的样子，真单纯。我忙着挑宝贝，应付了他2句，抬头问他：“你这有没有口袋？”我用脚刨了小堆金银珠宝，告诉他需要这么多东西才能换到一串糖葫芦。我拿了他最大的口袋，装得鼓鼓囊囊的，临走前还不忘用爪子在地上画出男主的画像。
看到这个人，你就使劲咬，知道了吗？他最喜欢欺负你这种嫩毛小狼了，到时候把你洞里的东西全都拿走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看着小天狼点头如捣蒜的模样，我才满意的叼着东西走了。木叶已经醒了，自从被毁了灵根，他每天晚上都很难入睡，就算睡着也极容易醒，焦虑得很。则年少不知咸鱼香，我将叼来的口袋甩到木叶面前，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腮帮子，打开看看。我朝他汪道，狗脸上带着3分凉薄、3分讥笑和4分漫不经心。男人，这是本汪为你打下的江山。木叶拿起袋子，手坠了一下，似乎是没有想到有这么重。袋子倒过来，金币哗啦啦地落到地上，悦耳极了。拿去。我在金币堆里扒拉出一个卷轴，斜睨了他一眼，汪道：幸好本汪能认几个字，知道它记载着不用灵力修行的方法。木叶拿着卷轴，手都在抖。小样，这还不能迷死你。木叶拿着我给的金币，买了院子，我的日子也跟着好起来，有几分狗样了。他拿了卷轴，关上门修炼，我抽空给小天狼送了根糖葫芦。得知小天狼将那人衣服都咬烂了半边的时候，我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脑袋，表示如狼可教也。要知道，上辈子他可是做了男主的灵兽，为男主上刀山下火海。我自认为帮了他大忙，顺走了他一代宝贝。我主人入魔了。我躺在32平米的狗窝里，看着一身黑气的木叶，狗脸惆怅。我怎么也没料到，不用灵力修行，用的是魔气。男主好像是仙魔双修来着，好像就是从天狼那节开始的。木叶脸色极为痛苦，他修行了20年灵力，身体根本不能容纳魔气。还好原书中男主也有相似症状，好似让天狼驮到了一处什么池，一经洗髓。这好办，天狼他可是我奶奶的侄子的弟弟的外孙。我给了他3串糖葫芦，他也肯帮忙，驮着木叶就去了魔泉。我看着天狼的那2个小翅膀，心动得很。我苦口婆心地劝他当木叶的灵兽，这样依依也好照顾他。小天狼苦恼地想了半晌，终于以5串糖葫芦的价格成交了。有狼了，不想跟没有狼的人说话了。我和小天狼唠着家常，抬头就能看到木叶蹲坐在魔泉里，闭目调节身体里乱窜的魔气。我们主人真帅。我用肩膀对了对小天狼，感叹道。谁知那货狼脑袋一仰，说我们俩不一样。因为他是灵兽，他跟着木叶算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，而我只是单纯的一只狗，所以我们是主仆关系。姨，你身体里是一点灵气都没有啊？这些年你一点都没修炼吗？看着小天狼一脸诚心发问的样子，我就是一肚子气。我哪知道，我穿过来就是一只废狗。大哥和小弟，主人和狗。我拧着眉纠结了半晌，决定摆烂。我当狗当得挺舒服的。修行是为了和别人打架，总不可能有人闲得没事和一只狗打起来吧？没想到还真有人要和狗打架，准确来说是一只鸟。我和小天狼正聊着天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，还带着一声声刺耳的鸟鸣。糟了，是冰火枯灵回来了。原来这魔泉本身只是一口普通泉眼，因为魔术在泉旁扎了根，便沾染了魔气。而这魔术正是冰火枯灵的栖身之地，这眼泉自然而然成了他的日常饮用水。一回家，看见有人在你的饮水机里泡澡，哥你能不气吗？错了。我一边狗叫，一边躲避着冰火枯灵吐下来的火球。忙里出错，我狗腿卡在了石头缝里，而另一边小天狼被火球砸中，自身难保。我嘤嘤地叫唤着，一声比一声凄厉。魔池里的木叶猛然睁眼，眸珠发着蓝光，眼尾飘出几缕黑气。下一瞬，冰火枯灵就被一道魔气斩成2半，连惨叫都来不及。我咂了咂嘴，这跑山鸡的肉是不是挺好吃的？我不干净了，吃了跑山鸡的肉之后，我和小天狼身上就开始冒黑气，估摸着是入魔了。看木叶那一脸淡定的模样，应该早就知道会这样。不就是一不小心让他入了魔吗？至于吗？呸！睚眦必报的小人，连狗都不如。我慌忙捂住狗嘴，怎么把人话说出来了？我假模假式的汪了2声。看到木叶嘴角那抹冷笑时，我就知道已经来不及了。
我怎么知道那卷轴会让你入魔？再说了，你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看着木叶小声嘀咕道。你现在这副狗样也还可以。木叶反击道。你是帅了，你自己看看我这样好看吗？我一只白狗，浑身冒黑气，丑得要死。人家是女孩子。想着我现在这副丑样子，我就伤心难受，忍不住将头埋在小天狼的肚子上抽泣起来。我越哭越伤心，将穿书的经历当作牢骚都发了出来。木叶拧眉，啧了一声，真惨。在我的律师来之前，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。我追着木叶咬了半个小时，木叶也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给我买了漂亮衣服首饰，对吗？这才是女孩子应有的待遇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我被木叶抱在怀里，头趴在他肩头，故意露出脖子上的大珍珠，看着周围小狗羡慕的眼神，心情大好。对了，我能说话了。自从吃了冰火枯灵的肉之后，我就入了魔，能说人话了。原来魔修吃肉就可以增长功力，那我觉得入魔还挺适合我的。我动了动耳朵，看着一直跟在我们身后鬼鬼祟祟的黑衣人。有人跟着我们？小天狼警惕道。这本就是修仙的世界，所以小天狼的出现并不会引起惊恐，只有嫉妒和贪婪。出来吧。在无人的小巷，木叶沉声道。不愧是大师兄，就算毁了灵根，还是这么厉害。李树拍着手，从墙后慢慢走出来。不知道大师兄有了什么奇遇，竟能得到灵兽天狼。要不你给师弟说说，我们往日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李树盯着小天狼，眼里满是贪欲，伸手就要，张嘴就拉。我朝李树呲牙，这人不被咬上一口，浑身都欠得慌。你这死狗，信不信老子把你杀了吃肉？李树暴怒，咬牙道。小天狼呲起獠牙，嚎了一声，以示警告。乖仔，姨姨没白疼你。不等我说话，巨大的灵力威压向我们袭来。瞬间，李树身后出现了大批黑衣人，众星拱月一般将他护在身后。看样子是有备而来。李树神气道。怎么样？大师兄，你考虑考虑。木叶上前一步，将小天狼挡在身后，眸色淡淡。我已经不是九幽派的人了，担不得你一句大师兄。那就是要敬酒不吃罚酒了。李树向前勾手，示意手下的人向我们发起进攻。在黑衣人离我们只有分毫距离的时候，木叶微微皱眉，瞬间那人就被魔气斩成了两半。你入魔了。李树一脸惊恐，想要逃走，却被木叶的结界挡住。大师兄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你看在我曾经是你师弟的份上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李树两腿发抖，几乎都要站立不住。若我没入魔的话，现在是不是和你一样，趴在地上摇尾乞怜？为什么总觉得他这话好像是在内涵狗？突然，木叶抬手捂住我的眼睛，血肉炸开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因为李树尸体肉块上残留的魔气，我们暴露了。李树的爹拿出他家的传家卷轴，对我们下了追杀令。一时间，打着除魔旗号来追杀我们的名门正派不可计数。打一个好打，打一堆就有点吃力了。看着负伤的木叶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他还缺一个趁手的武器。男主用的龙鸣剑，我看挺合适的。万剑窟，世人都以为它是一个废弃的剑种，其实不然。传世神兵龙鸣剑藏在万剑之中，明珠蒙尘。窟如其名，成千上万把铁剑呈倾斜状，似朝拜君主。这么多剑，怎么找啊？我抬脚尿了一泡，没办法，当狗就是忍不住标记领地。突然，我脚下的剑浑身发红，四周的剑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，好似受了极大的侮辱。我四处瞧了瞧，也没写不准随地大小便啊。唰，长剑一把把飞出，剑尖好像在瞄准什么方向。我狗脸警惕，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木叶救我！我狗叫着朝木叶奔去，剑尖所指不正是本汪吗？蠢狗！木叶咬牙，将我抱在怀中，飞快躲闪着不停攻向我们的铁剑。这铁剑不知道被什么操纵，如此下来，我们必将精疲力竭。我眼神一灵，咬破木叶手指，木叶吃痛，将我放开，我掉到地上滚了一圈。原本在追木叶的剑立刻调转方向，
向我杀来。我张嘴咬住刚才被我标记领地的长剑，周围的铁剑好似被施了定身术，接着一把把掉落。而我的嘴下，那铁剑原本锈迹斑斑的外皮开始皲裂，无数缕金光从里面穿出。契约成功了。正要出去，一群白衣人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，挡住我们的去路。木叶，你本是我九幽派的大师兄，没想到却入了魔，让我们师兄弟都抬不起头，如今我们便要清理门户。为首那人说话时，眼睛还贪婪地望向木叶手中的龙明剑。神兵一旦认主，不是剑毁就是人亡。这群无耻的人分明就是想杀了木叶，将龙明剑据为己有。来人全是杀招，而木叶只守不攻。反击啊，木叶！你这样只有等死的份。我焦急道，我不会是遇到个小圣母了吧？关键是你找死也别带上我呀！木叶要是死了，我一只入了魔的狗，简直想都不敢想。聒噪！不知道是谁甩了道法术，打在我的狗肚子上，我倒在地上，觉得四肢八骸都疼。对一只小狗下手都这么狠，真不要脸。终于，木叶还手了，他自身的修为本就很高，又有龙明剑的加持，不过2、3招就将那些花拳绣腿全部放倒。真帅！我闭上眼睛之前，看到木叶朝我奔来。想吃鲜花饼，要多加蜂蜜。我躺在小白狼身上，肚子被白布裹着，闭着眼睛懒洋洋道：我马上去买。木叶转头就出去了。自从我受伤之后，他好像对我言听计从。龙明剑抖了抖剑身，好像十分不满。你也够了，我不就在你身上尿了一泡吗？这么多剑都长得一样，我怎么知道你就是神兵？我埋怨龙明剑太小气，这小剑还挺有自尊心。这样，我给你搞个剑碎，你不要生气了行不行？我压低声音诱惑道，反正小天狼的洞穴里好东西多的是，卖他一个人情，不过是抬手的事。龙明剑绷直了剑身不说话，一副傲娇模样。当我把剑碎叼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还是口嫌体正直地倾斜了剑身。切，搞不定男人，还搞不定你一把剑吗？我们一狗一狼一剑在屋里等了许久，也不见木叶回来。就算你现采鲜花，现烤个饼子，都要不了这么久。我的眼皮直跳，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木叶出事了。等天黑，我们一狗一狼一剑摸出门，走到城南卖鲜花饼的门口。我狗腿一抬，踢了踢躺在地上的流浪狗，向他询问有关木叶的事。你不是被抓走了吗？那流浪狗好像认识我，并对我出现在这里这件事很惊悚。原来是九幽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找了只假狗扮作我的样子，以此要挟木叶。没想到那个傻子上当受骗，毫不抵抗的让人抓了去。听到了吧？知道九幽派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吧？我一脸凝重地打量着那只小流浪，看他嘴巴长得蛮大，八卦传的应该也比较快吧。他瞳孔放大，应该是被这险恶的正道给吓住了。看来九幽的恶名很快就会传遍狗界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等到了九幽，龙明剑负责将人引开，我和天狼负责救人。我还是小瞧了龙明剑对这些人的吸引力，我和小天狼这一路几乎畅通无阻，人人都想将龙明剑占为己有。这群蠢货一点都不识货，本狗子和小天狼可比龙明剑值钱多了。我气不过，抬腿在九幽大门的正中间尿了一泡。我皱着眉，心不在焉地跟着小天狼走了。看来最近喝水太少，不太健康。要不说狗鼻子灵呢？我顺着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木叶味，找到了关着木叶的水牢。要说狠，还得是这些名流正派狠。在见到木叶时，他被钉穿琵琶骨挂在墙上，浑身血污，简直不是一个惨字能描述的。木叶，我和小天狼唤他名字时，他才勉勉强强睁开眼睛。买个鲜花饼，怎么将自己折腾成这副样子？我埋怨道，不自觉地在声音里带了点哭腔。我没事，你别哭。木叶的声音染上些许不知所措，他怕是没见过女孩子哭吧。趁现在人都被龙明剑引开了，我们快走。我和小天狼合力将木叶从墙上取下来，钉得真死。小天狼将木叶和我驮在背上，就在快要跑出九幽大门的时候，凭空出现一道透明屏障，将我们弹了回来。孽畜，哪里跑！
一个白胡子老头凭空出现在半空，总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似曾相识。我皱眉思索，这句话好像莫名熟悉，脑海里出现小时候常看的某些画面。他完了，我发誓。你妈妈没教过你要讲礼貌吗？我首先礼貌问候了一下他妈妈。那白胡子老头皱眉看我，狗入魔。那声音说不出来的轻蔑。他真的完了。我是一只狗，我讲什么礼貌，我张口就是国粹。那白胡子老头被我骂得发抖，抬手就是一道剑气朝我劈过来。我骂你，你还嘴啊？你直接动手算什么男人？我一边躲一边喝出一口痰吐到地上。这是我九幽大门，你找死！那老头完全被激怒，抬手挥出一道结界将我包裹，空中一只无形大手朝狗头压来，巨大的压力挤得我五脏六腑都疼。叮！龙鸣剑穿云而来，定在九幽的门匾上，剑穗飘动的样子真帅。周身的压力随着龙鸣剑的到来减轻。放在以前，我是万万不会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会觉得一柄剑帅气。那白胡子老头眯眼看向龙鸣剑，一双浑浊的老眼中满是贪念。这可是传世神兵，谁不想要？身后追逐龙鸣剑的弟子纷纷停住脚步，弯腰拱手对着白胡子老头行礼，拜见掌门。都不去练功，围着一柄剑跑作甚？没有灵力做基础，就算有传世神兵又有什么用？我就是这样教你们的。糊涂！那白胡子老头踩在半空，背负双手，风带起他的衣袂，无形中给人一种威严压迫感。说的冠冕堂皇，还不是想将龙鸣剑据为己有？那些九幽弟子纵使心有不甘，也只能愤愤离去。看着众弟子离去，那老头脸上满意的情绪稍纵即逝，闪现回到结界内，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。木叶，你本是我九幽大弟子，如今却与魔物为伍，未免你为祸人间，为师今日便替世人斩杀你这魔物。九幽掌门唰的抬手，指尖凌空指着木叶的眉心，抢你东西还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杀掉你。我呸！白胡子老狗，我骂你狗，我都觉得侮辱自己了。你收木叶为徒，不过是看他天资聪颖，想在你修行瓶颈的时候吸食他的功力。我冷笑一声，戳出这一身白衣之人的满心黑暗。这一众九幽弟子不过是他晋升的垫脚石。我抬头悄悄观察木叶的表情，他好像比我想象中平静，不过身侧那握到发白的手出卖了他。想来也是，收养自己的掌门居然别有用心，这搁谁都得世界崩塌。木叶入魔后修为并未提升，那是他还留着道心，不愿修魔。只有斩灭他的道心，方能强大。九幽掌门垂眸看我一眼，眼神中似有惊诧，不过看着周身那结实的结界屏障，又放下心来。哼了一声，长袍一甩，我就翻了个跟头，滚了2圈。我狗腿倒挂在头上，简直耻辱。我只问你，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木叶抬头看着那老头，风带过他额前的碎发，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将死之人知道又如何？九幽掌门在高处垂眸，眸中满是灭然。周围是他用灵力布下的结界，我们的谈话外人不得而知。那便是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木叶艰难地从小天狼背上爬起来，看着九幽掌门，脚步踉跄，笑得瘆人。我这一生何其悲哀，出生便被父母抛弃，收留我的师尊，不过是想将我当作踏脚石，这世间容不下我。他的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，黑气在木叶周身丝丝缕缕的交织缠绕，好似无尽深渊，要将他吞噬。周身的结界开始震动，碎裂的声音接连在耳边响起，裂缝汇合之处，结界开始迅速坍塌。老夫今日就要替天行道！白胡子老头眯眼，挽出一掌朝木叶砸去。龙鸣剑，你在墙里看戏呢？我吼道，尚有生机。原著中，黑心掌门的头就是被龙鸣剑砍下来的。龙鸣剑身晃动，小幅度的左右摆动，看样子是卡墙上了。我无语地摇了摇狗头，轻蔑道：就你还传世神兵？话音未落，龙鸣剑通体泛红，直接将那九幽大门震了个粉碎。看嘛，剑击一击，总会有无限潜能的。我坐在小天狼背上，摇头感叹，
这个家没了我该怎么办啊？那白胡子老头看局势不对，想要抢占先机，真的不要狗脸。面对九幽掌门的杀招，木叶也不躲，只是在他离自己只有1寸的时候，不耐烦地皱了皱眉。九幽掌门瞬间被弹出1尺远，好不容易稳住了身形，却也憋不住，吐出一口老血。木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龙鸣剑随之飞出，剑尖指着那老头眉心，声声剑鸣，悠远绵长。木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掌门不敬！结界崩塌后，九幽弟子就闻声赶了过来，将我们团团围住，摆出一个看不懂的阵法，气势倒是很足。木叶的手慢慢帮我梳理着背上的毛发，我眯着眼睛，努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呼噜声。太丢狗了，太丢狗了！我居然觉得被人类撸毛很舒服。呵，耳畔清越的笑声让我浑身一僵。睁眼时和木叶对上眼神，却见他瞳孔折射出一种神秘的金线，慢慢勾勒出一个图腾。龙鸣剑立在空中，那些九幽弟子的佩剑抖得哐哐响，接连出鞘，围在我们周身，剑尖直指自己的主人。九幽的阵法不攻自破，掌门的养育之恩，今日我便一并还了。木叶抬手，状似欣赏指尖一般，轻点食指，刹那间九幽覆灭。那老掌门断了一臂，堪堪逃了。被人灭了门，心中怨恨，用这些年他收集到的大量卷轴悬赏，只为斩杀魔头木叶。来追杀我们的人不计其数，但都是有来无回。木叶也因此在江湖上名声大振，得了个大魔头的称呼。木叶随时都把我抱在手上，我心想这不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所以每次我都小裙子小首饰一样不落。然后我也出名了，但我发誓这本书我迟早有一天会撕成渣的。修仙的人要分个你我高低，修魔的人要拼个你死我活。修魔者能者为王。木叶的出现威胁到了某些人的位置，所以不光修仙的人要杀他，修魔的人也要杀他。每天来叫门偷袭的人没有1000，也有800。木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找到了魔王的老巢。随着魔王最后一批手下摔进大殿，木叶抱着我走进殿内，食指对着座上的魔王轻轻一点。只见那老魔王忽地瞪大双眼，眉心出现一个红点，鲜血从红点中争相涌出，汇聚成谷，沿山根流下。至此，死不瞑目，拜见吴王。周围的魔族连忙跪下叩首，没有激烈的争斗，只是轻轻一点，木叶的实力完全是碾压他们的存在，所以他们臣服。木叶成了魔王，那些名门正派再不能随意上门打扰，我的日子过得更加舒适惬意。我就知道木叶是个潜力股，投资稳赚。我躺在我1300平米的狗窝里，枕在小天狼的肚子上，吃着宫女喂到嘴边的葡萄鲜果。人界的美人大多温婉含蓄，这魔界的美人大多性感火热。我是俗狗，我选魔界。这饼怎么样？我盯着正在舞剑的美人，朝龙鸣剑努了努嘴。龙鸣剑身微微晃动，似在拒绝。我强压下上扬的嘴角，状似抱怨道：“你这万年老光棍还挺挑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”这日子过得舒舒服服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都躲到魔界来了，竟然还有人找上门。来的人还挺让人意外，竟是原书男主韩琦。要说男主就是男主，我偷了他这么多金手指，还照样能达到高境界。只不过他现在是完完整整的灵修。他看见木叶，似乎也有些惊讶：“大师兄，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”我怒气冲冲地对道：“而且这副样子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他穿黑衣服的样子比穿白袍子的时候帅气10000倍。到底是谁给他的脸，将人害了之后还能用这样的表情说出这样的话？”木叶不说话，只是对着韩琦挑了挑眉。“是我的错。”韩琦后退一步，满脸心痛地摇头。“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欺师灭祖，连你从小长大的九幽都毁了。要打就打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这身灵力怎么来的？不需要我提醒你吧？九幽的卷轴记得是什么？我想你比我清楚，装出这副鬼样子，又是在恶心谁呢？”
我对着韩琦呲牙，不就是为了龙明剑吗？脸都不要了。木叶低头，目光带着审视。我有些心虚地缩了缩，找了个借口解释道，之前在九幽守门的时候看见的。木叶收回目光，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。韩琦心底的黑暗被我挑出，这似乎让他有些恼羞成怒。你这雌雄小白条，还当真如传闻中那般牙尖嘴利？我喉咙里裹着怒音，要不是木叶拉着我，我现在就要冲过去咬他。插播一条修仙界传闻，魔王木叶走到哪里都抱着他的狗，那狗浑身雪白，看不出品种，身上时时穿着华贵衣裙，有九幽的幸存者称，这只狗是站着尿的，雌雄莫辨，因此江湖人称雌雄小白条。龙明剑整把剑都在发抖，我发誓我看出来他在笑了。今日我就要替师傅替九幽报仇。韩琦看着龙明剑，眯眼道，真是好笑，原书中九幽的掌门就是他拿龙明剑宰了的，现在又在这里装什么装？韩琦打出一道灵力，木叶挥出一道魔力，两股力道撞击在一起，难分胜负。不过我的狗眼睛看到木叶的魔力正生出丝丝缕缕的黑气，魔力像毒蛇一般缠着，将韩琦的灵力慢慢绞杀吞噬。韩琦不是木叶的对手，显然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毫不犹豫地拔剑。他的那柄剑浑身泛着银光，一点不比龙明剑差。可有的人就是贪心，想要最好的。有了神兵的加持，韩琦步步紧逼，木叶不得不将我放到地上，拔出龙明剑。两剑相击，火光四射。龙明剑，你的上界主人可是混元老祖，你怎可自甘堕落，与魔界之人为伍？龙明剑似愣了一瞬，就这短短眨眼的时间，韩琦抓住机会朝木叶胸口刺去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脑子一抽，挡在木叶面前，生生帮他挡了一剑。长剑刺穿皮肉的声音在脑海中格外清晰，那尖尖的灵气慢慢腐蚀着我的血肉。与此同时，龙明剑也毫不犹豫地刺中韩琦的心口。木叶冲过来将我抱在怀里，我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女主的感觉？可我只是一只狗，一只狗又怎么能做女主呢？我好不容易将木叶这滩烂泥扶上墙，我不想他死，但是我也不想死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后悔了。木叶不断朝我输送魔气，可已经没用了，我就像一个漏气的气球，都是徒劳。我甚至说不出话来，我一张嘴，那腥臭黏腻的血就从嘴里涌出来。我不愿意弄脏我的白毛，所以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将爪子轻轻搭在木叶手上。耳边的呜咽变得缥缈虚无，我知道我死了。重新睁开眼睛，我枕在一本翻开的书上，那页纸的顶端写着大结局3个字。木叶封魔，与人间正道同归于尽，小天狼守着一人间木屋，龙明剑重新尘封。真傻，这些人真傻啊！我疯了一般去书店找同款，去网上搜结局，只有我的这一本不一样，我的这本和他们的是不一样的。我看着手机上自己那点可怜的余额，几张卡拼拼凑凑累积到一起，我心中有太多的遗憾和不甘。我想去 S 城，我想去作者的见面会，可是不够，刚交完1个季度的房租，我身上的钱连去 S 城的机票都不够。我看着角落那袋没剩几颗的狗粮，以及对着我不停摇尾巴的小乖，叹了口气，给他套上牵引绳，带他出去买粮。西城的大街人来人往，远方的灯火在我眼中模糊了轮廓，我的思绪不自觉地放空，站在原地出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道熟悉的男声拉回我的思绪。我抬头，一张意想不到的人脸映入眼帘。木叶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泪水在我眼眶打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满心委屈。我会负责的，要不我们加个联系方式？木叶抱歉地笑笑，掏出手机。会负责的。我心中有种不妙的感觉，一低头，骑在小乖身上的萨摩与我对视，讨好地勾了勾狗嘴。我刚滑到脸颊的泪水停住了。小乖，少年勾唇，腰间的金属小剑挂饰开心地摇晃着剑身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